好，这一节来讲这个 Razor 的语法基本介绍。那在 ASP.NET Core MVC 当中，写 HTML 档案的副档名是 CS_HTML。既然不是 HTML， 那它是不是有些什么特殊功能呢？没有错，它就是可以来写这一个 MVC 里面的一个 Razor 语法的一个档案。那这一节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Razor 语法的基本概念。那我们之后的章节还会有更深入的这个教学。那今天就先学一些基本的知识就好。那其实Razor 语法没有多难理解啊，它就是可以在原有的 HTML 之中写 C# 里面的语法。那在这个档案里面，你原生的 HTML 都可以写，那额外的又可以写 C# 里面的语法，在这一个 CS_HTML 档里面。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写写看。那首先你要怎么样在这一个 CS_HTML 档里面写这一个 C# 语法呢？我们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小老鼠，然后再用一个中括号，这样子括起来的范围，这个里面就可以写任何你想要写的 C# 语法。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先来做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这一个变数的宣告。然后我在宣告里面 title 我写了一个字串，那这边再宣告另外一个这一个数字。好，那这样宣告之后要做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你网页上有一些变化，可能会需要用程式来控制。那这边的程式就是 C#， 那也有可能一些变数，你想要经过一些计算或者是组合之后，你才要让它显示在画面上。那这个时候就要用这个 C# 来做这个处理。那我这边就先定义了两个变数，那我要怎么将这个变数显示在这一个画面上？那像我这样子，我先写好之后存个档。我这个画面就这一页是没有任何东西的。那我要怎么让这个变数里面的内容显示在画面上？很简单，我们一样这个小老鼠开头，然后后面加的就是你变数的名称。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秀出这样的字串。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那中间的话，你也可以穿插就是普通的文字啊，都可以，没有关系。那我这边就穿插一个冒号，然后后面再放这一个一样你要将这个 C# 里面的变数显示出来，你就是一个小老鼠，然后就是变数变数的名称。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应该就会显示这个冒号，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画面。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是 title， 然后这个是 number， 那中间是我们普通的就是一个文字冒号这样子。好，这是显示的结果。那除了可以运用这一个变数来做这个组合，然后组合成你想要的东西之后再显示到画面上，我们当然也可以运用C# 里面的一些判断式。那我们这边就要来介绍这一个if的判断式。好，那我这边写了一个判断式，这边判断式在做什么呢？一样，我们要写任何 C# 语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前面要加一个小老鼠。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种简洁的用法，就是不一定要这样夸起来，夸起来是这整个范围都变成 C# 可以作用的区块。那也可以像这样，判断式前面我直接冒号之后就直接是一个判断式。那判断式这边被这个if括号起来的这个位置，其实都还是程式码都还是程式码的部分。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程式码的括弧里面写上你的文字，就是你要显示的文字。因为如果你今天直接这样写会是一个错误的状态，因为这边还是程式码的范围，所以你不能写文字。那你今天要怎么样写 HTML 文字呢？很简单，你就是加上这个 HTML 标签，然后将你要写的文字写在里面。那这个标签里面就会被视为 HTML 里面的文字，就不会被视为 C# 的语法。好，那这是加标签。但是我们在设计网页的话，可能会有很多 CSS 样式，那你多增加标签就有可能破坏你既有设计好的一个样式。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怕因为增加标签而破坏样式的话，你可以用 text 来做这个标签。那我这一段在写什么呢？如果 number 大于0就会显示这边，那否则的话就会显示这边。那这样子就可以去做你的画面上的因为条件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文字的一个
个应用，所以可以在这一个 HTML 里面写这个 C# 语法，就可以让你整个页面非常灵活的去控制你要显示的这个东西。好，那所以说今天因为我的 number 是5嘛，所以今天会显示这里，这里就不会显示。我们就来看一下画面。好，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显示出来的文字？那我们可以右键按检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在里面，我把它打开，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用 div 把它标起来，但是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 txt 的标签并没有显示在这一个上面，也就是说今天它把它转成 HTML 之后，这个标签会消失，所以这个标签就是用在你今天想要在这个程式码区块写一些 HTML 上面显示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怕因为标签破坏你的 CSS 样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text 的这个标签来做这一个替代。好，那这边其实就会有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今天因为我们都用这个小老鼠来作为这个开始你要写 C# 的时候，你就要用小老鼠。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个网页里面打小老鼠怎么办呢？你看你打小老鼠这样子程式是有错的，那你想要在这个网页里面打小老鼠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小老鼠之后再加一个小老鼠，就是2个小老鼠，那这样子只会显示一个小老鼠。我们来画面上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就一个小老鼠被显示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想要在画面上打小老鼠的话就是2个小老鼠。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这边小老鼠等于小老鼠然后你把这个你把小老鼠印出来这样子也会是小老鼠基本上很活啦，所以随你怎么样应用。那有时候你还会碰到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今天你这个变数比如说你这个小老鼠变数，我后面想要接一些文字啊，比如说小老鼠不想要在餐厅看到，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出现错误啦，因为它会以为你这一串都是变数，但是这里没有变数啊，你想要这个变数接着你后面的文字，那这样子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小老鼠之后括号把你变数你想要在 C# 里面的语法用这个括号括起来，那这边它就不会跟这个接在一起，那这边显示出来之后就会是小老鼠，然后接着你后面想要显示在网页的字串，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小老鼠不想要在餐厅看到。好，那今天这边算是大家先了解一下基本的 Razor 的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其实 Razor 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在 HTML 这边写上一些 C# 语法。那写 C# 语法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组合的资讯，想要利用 C# 把它组合起来再显示出来，那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C# 语法去做一些处理之后再显示出来。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某些情况要秀这个文字，那遇到某些情况要秀这个文字，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判断条件式去选择说今天遇到大于0的时候我们就秀这边，小于0的时候就秀这边，让你的画面可以很自由灵活的去做调配。那这是 Razor 语法的其中一个目的。那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很多特殊的 Razor 语法，那这就等我们后面再介绍。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Razor 语法的基本常识。好，影片今天就简单的教到这边，谢谢收看。